这次来广西北海，主要是想看看当地做度假用的房源。由于我自己没有买房的打算，所以主要是关注出租房。大概了解了一下，还是让我吃惊。北海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，房地产过度开发，甚至泛滥，导致现在很多房子卖不出去，过剩以及控制非常严重。就拿我住的民宿这个楼盘来说，它叫北部湾1号，晚上亮灯的公寓估计在1层到2层左右。我观察这一带的楼盘几乎大同小异，售楼处几乎没有顾客。我一进去，经常几个售楼人员围过来。这里房价不高，比如说海景房估计在3000多到5000左右。北海没有什么工业，所以这楼市估计比较悬。好的，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，看看北海海城区沿海的一些楼盘。朋友们，我在北部湾1号这里，我现在就在看一线海景有酒店式的海景公寓，这大概有30多层，那里也有一线海景民宿。海滩就在这，等于是过了一条大马路，然后就是海滩了。看看北海这里的房价怎么样？你看碧桂园4800起，7000多的，7000、6900的，6000的，5000的，6500，最贵是9500多。你看这所谓的旺铺集租，像这种地理位置比较好的旺铺也租不出去，可能表示呢这里的营商环境目前并不怎么好。这有奔驰停在这。你看这里也是招租的，然后这里有纯一线海景，您包入住。这里又有大概40层楼的一线海景房，等一下咱们过去看看。我现在住的是这个，你看这个规模特别大，这个建筑物有好多栋。你要是想炒房，不能炒。现在谁还炒房？都是买家自己享受居住，对不对？现在谁还炒房？都是买家自己享受居住，对不对？我在耍。这里的海滩上一棵树都没有。这个海水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清，比较浑游泳肯定是不太适合的，我认为虽然有的小孩进去，反正叫我游泳我可能不会。天际线还可以再看看我住的这个楼盘，这是北部湾1号，应该是北海最有名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吧。这里也有海景民宿。它的景观应该不错，就有云星海景台，这个可能40多层吧。这里有可以套租的，也可以日租的长租房，都有，都是海景房，全海景的。相当于中介，估计这里应该是做广告的是这栋房子吧？这栋跟那栋2栋。2栋是吧？都是纯海景的您是在这里工作吗？对。可以看看吗？这个房东不在这里，房东没到。房东没到。对。大概几点钟来12点钟。12点钟，好，谢谢。收购本小区民宿托管，就说你自己买了房，你想出租的话，也可以。这里也有海景民宿，所以要找到长期居住的这民宿应该是不困难的。这个店好像现在关着门。好，我们看看
海景民宿的有电话号码，这是云兴海景台。大家看这里杂草丛生啊，说明它的这种细节护理不到位啊，物业可能不太到位。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。你看这杂草给理一理啊，对不对？有垃圾在里面。1楼旺铺招租，也就是说这里租不出去。原来可能是婚纱店的西格婚纱，现在呢可能是空着的啊。然后这里是大门紧锁，不知道干嘛。想去问没人，只是那里有托管的电话号码，订房的托管的。那边那个楼盘是临海天域，然后是阳光海岸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总体来说，这个时候10点半左右早上，这里人特别少。这还是一线海景呢，对吧？那边你看，那就是海景了。为什么人那么少呢？你看这里都写是现房销售啊，一线海景现房销售。像这种是现房，估计啊，这里也写上广告是现房销售，见证销售。这个楼盘还有没有完工的吧？因为我看着有脚手架在那个地方，可能还没有完工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地方叫左岸城邦，应该是不景气。大家看看这里的杂草，很久没有人打理的样子，所以反映出这种细节啊，反映出这个房地产真的不景气啊。到了另外一个楼盘了，大家看看，直接就没有任何的维护了啊，我走都走不过去了。刚才是什么城邦，现在呢到了这里，你看这周安在这，然后我看着好像里面有人住着了，海景民宿。但是为什么它这外面是公共区域吗？没有维护呢？大家看到没有？里面是有人住的啊。那写上海景民宿，杂草根本就过不去了，不好走了。这里我们看看吧，那有海景民宿的出租，拉近一点，到处都有海景民宿的这种标志啊，还有出租电动车的。刚才遇到那位啊，他是北海本地人，他说啊，刚才我忘记开这个录下来的那个视频了啊。他告诉我，这里的一线海景房，如果是月租的话，那就是1000多块钱是一房的，2房3房是2000块，2000多一个月。到时房型可以自己选。你看这里也有海景现房在销售，海景房城市展厅，这里是阳光海岸，看看有没有房，可能可以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进来他说叫我来问问1楼，看看这里有没有可以问的啊。这小区看着挺不错的。你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对吧？对。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这里是物业哈，谢谢你啊。看看去找物业看看。这个是几房？2房。这个房间没有景，这个房间有点景色。我看看，前面有栋楼挡住，2栋楼都挡住了，觉得不太合适。你看前面这楼都挡住了。还没有那种前海景，我就想要一线前海景的。没有。目前没有是吧？还是你们都没有？目前那种房都不会放出来出租的。啊。那种房人家是做民宿。我来到这个角度，看看北海的天际线，楼盘特别多啊。
我刚才去看了一个叫阳光海岸，那里是房主委托物业出租的，有1房、2房、3房。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跟旁边的人说，1房是900多块钱1个月，他要长租的至少要半年起租。然后呢，2房、3房是1000多、2000多，大概是这价格，比我想象的便宜。那个里也有个楼盘，现在刚刚还没有完工的，好像。那个富丽华大酒店应该是北海特别豪华的一个酒店，估计5星级的吧。北方的老人特别多，我听他们口音，这里可能是候鸟城市吧。昨天网约车的司机告诉我，他们东北就有好几十万在北海，可能他说话有点夸张了啊。不过确实人不少。你看，就这个叫什么明业海逸豪苑，看海现房热销中。这个倒不错，不准汽车过，是人行的。这个沙滩应该是可以游泳的，你看那里有人在那儿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前面这一线海景的楼盘都不错，一直到富丽华这边，这都是一线海景特别漂亮的。但也不是每栋房它的海景都漂亮。我认为啊，像这栋还没有完工的，前面这栋阳光海岸，那栋也还可以，那栋叫什么不知道。后面呢就是北海的天际线。北海呀，非常多的楼盘，现在房子好像都卖不掉，所以房子的价格不是特别高。它的广告说啊，一线海景4000块钱起，或者叫3980块钱1平米。不知道那个房型怎么样，反正总体来说价格不高，而且现在都是现房可以选。然后呢，后面呢有个香格里拉酒店，还有富丽华，他们有自己的海滩，我觉得这海滩应该也算不错吧。然后这个城市的北方人特别多，我昨天遇到一个滴滴司机，他说这里有几十万东北人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夸张了。你说10万我还相信，但说几十万不太相信。但是表明啊，这里的候鸟人群比较多，比如是中老年人啊，因为他们说在东北太冷了，所以还是想跑到南方来。然后北海的消费也不高，相对于海南，北海的消费低很多。前几年北海呢，这个传销是非常臭名昭著的啊。后来呢被打掉之后，一些呢在这里搞传销的人就留下来了。大概是这样吧，就是昨天那个司机告诉我的情况。你看，我后面这些都是一线海景房啊，都还不错，大部分还是不错的。这是富丽华酒店，然后呢，到我的后面呢都是一线海景房。刚才呢，我去询问了一下啊，就是在这里租房的话，最短要半年起租，1年最好。然后房价看你那个户型啊，有1房、2房、3房的。我看了阳光海岸那个地方，那物业告诉我啊，最低的可能1房大概是900多、1000块钱左右，然后2房的可能是1000多，3房的2000左右。但是它最好的房型是没有人放出来的，因为都出租给那些搞民宿的了。所以我刚才去看了一套，是3房的吧。它那个前面的海景还可以，但是被前面的2栋楼有点挡住了，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。我觉得既然来这里租房，那肯定要租一点遮拦都没有的一线，纯一线海景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有2栋房子挡住了视线，自己感觉不是特别好。那里有个什么蔷薇城市冲岸海岸销售热线。可以发现这里的房地产应该是过热了，因为看见还有很多新的楼盘。然后刚才我去了一家那个房地产的销售处，那些人也特别的热心，打个引号的热心啊，他们想推销房子。这里的房子我看一线海景它是打出广告是3980块，但那肯定不是最好的，估计呢可能要5、6千吧。到时再给大家多
打探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到那个海滩上。因为如果不能到那个海滩上，那就是被这些物业啊什么，被这些房主把这种公共海滩霸占了，那我就觉得很不好了啊。因为像这种如果是市民啊想游泳的话，就没地方可游泳。当然我是来北海第一天，在哪个地方还有公共沙滩不知道。像这种我认为那么好地段的应该可以进去吧。等一下我打探一下啊，好像到处都围起来了啊。就像刚才我看那个香格里拉还有富丽华，他们应该是围起来了的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了，进不去。这里写上是荔湾海景酒店，然后这个沙滩是进不去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中国允许私人沙滩出现吗？这不是公共沙滩吗？为什么现在进不去呢？这沙滩都被围起来了。本来是每个人有份的，这个沙滩就进不去。我现在走进来看看。好，现在我进来了，没有人拦住。看看等一下能不能下海。它这个楼盘还没有完工。朋友们，我现在继续往前走，想下去那个沙滩，但是不行。这里呢都被围起来了，都被楼盘围起来了。这里也下不去。应该是有台阶可以下去的，但是呢，这里说禁止攀登，也下不去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普通市民想来这里游泳啊，也不可能，那就奇怪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沙滩就真的被围起来，被私人围起来了，还是怎么样？谁有什么建议啊？因为这里的沙滩从水质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，如果想下去游泳应该允许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想能不能从左边这里过去，等一下给大家看看，也被围起来了。这应该叫那个强盛城市海岸的一个楼盘，它是有好几栋房子的。目前呢还没有完全完工的样子。我们看看，这里写上欢迎回家，然后这里过不去了，那是另外一个楼盘了，对吧？你看，左边这里是过不去的，下面就是海滩了。这个楼盘的名字不知道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们完全把这个沙滩当成自己的了。太过分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从那种桥下来之后呢，想下海滩去游泳，作为普通市民啊是不可能的。不知道北海官方有什么说法？因为据我所知，真的在中国是不允许这种私人沙滩的出现。像这种呢，都是公共的海滩，被他这样打造起来、围起来之后，那普通市民就失去了自己的沙滩了呗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我刚才从这个强盛什么海岸过来，然后这里是公共沙滩了，应该前面呢都变成他们私人的沙滩了，所以我觉得过分了啊！我不知道这里这个沙滩还会多久，然后就变成私人的了。目前还是公共的沙滩，可以游泳。这个可能也正在消失吧，因为这看去又像另外一个楼盘。哎，我看到之后五味杂陈。可以看到啊，如果是真的变成私人沙滩的，那对于市民来说，其实他们失去了自己宝贵的东西。不过像北海什么叫什么北部湾1号那边还是公共沙滩的，可惜那边的水质我认为没有这边好。
你看这里用混凝土把它倒起来了。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一段吧。这里是个公共海滩，有少量的人在游泳。希望呢，今后还是保留给市民啊，不要变成人家某个楼盘的私人海滩。很奇怪，这里说水深危险，禁止游泳，但是有人在游泳啊。整个看去呢都比较萧条，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人气，好像倒闭了一样。这里也一样，这什么复原餐厅，现在呢也是一副萧条的样子。你看，杂草啊、丛生，还有一些瓷砖都坏掉了。这是直面大海的啊。再往前吧，我已经来到北海老城了。从我住的地方过来，差不多2.5公里吧。我走了那么远，今天只是想来看看这北海目前这房价怎么样，然后今后呢适不适合我来这里，比如说养老啊，1年来几个月这样。就是好的沙滩太少了，如果想游泳的话有点悬，而且水质我还是有点疑问啊，水质可能不是特别的好。好了，到这里已经到北海老城了，从这条街算起吧，我估计，因为从这个城市面貌来看，这就是老城的样子，左边是新城，右边是老城，非常的明显。等一下我拉近一点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城的样子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摩天楼。我还没吃饭呢，等一下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吧。我走另外一条街，这条街的交通太多了。到了北海老城之后，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关店的也挺多的，这你看，都是没开的。铺面转让，坐月子就来妈咪月啊！看来也倒闭了吧？海鲜批发、来料加工，生意都不怎么样啊。这是修电动车的地方，专门修电动车的发电机什么之类的。拉近一点给大家看看，对吧？给大家看看这路牌：北部湾路、北海大道，然后有个深圳路、解放路、和平路、广东路。这是收破烂的，然后前面还有一栋非常破的那种小的房子，今后可能也会被拆掉吧，估计。后面就是摩天楼了。这是北海的老式的那种房子，这里有公共厕所的标志。你看这间公共厕所很有中国传统特色啊，从它建筑来说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维护。这还有无障碍卫生间呢，能不能进去看看？直接进来了啊！完全无预警的进来看看，没有异味儿。这里有蹲味儿，蹲的，这里也是蹲的，看来都是蹲的。厕所还可以吧，挺干净的，厕所还挺干净，没有味道。不错，这个厕所。刚才我们看的是无预警我进去的啊，而且这个厕所是免费的，也有门对吧？有一些
东南某岛的某些人，他们不是说大陆的厕所没有什么门的吗？刚才是街头一家很普通的厕所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大家看到都有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老街的这条街的开始了啊。看了几小时的楼盘后，了解差不多了。本人感觉北海过度开发，早已没有物以稀为贵的情况，海边都是高层建筑，已经失去了美感，很多楼根本就没有美感。我所到的地方，尽管楼盘无数，但是可供游泳的沙滩非常少，甚至呢不少还被开发的楼盘以及酒店给霸占了，外人根本无法进入。这好像与中国法律相悖啊！因为据我所知，沙滩是属于公共的，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或者是游客，根本就进不去，变成了他们的私人沙滩了。还有啊，因为房源太多，所以出租的回报率应该不高，因为房租很低嘛。比如海景一房公寓，每月房租在1000元左右，三室公寓2000元左右。如果没有海景的普通地段，据说只有半价，也就是400-500块钱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肯定是租更合算，而且每次我可以换不同的地方。这里东北人很多，据说不少是当年来这边搞所谓资本运作的，也就是传销。后来很多人就留下来了，不排除他们中的有些人呢不敢回他的老家去，因为骗了或者得罪了那边的亲戚朋友，无脸见江东父老。此外，这边的物价呢与我想象的差不多，那就是物价不高，与我的老家工程差不多。因为呢，我去过很多有美丽海滩的地方，比如说马尔代夫、加勒比、毛里求斯、西班牙等等，所以对北海的总体感觉非常一般，觉得没有惊艳的感觉。所以目前啊，我不确定是否会把这里当作我今后的养老地点之一。